次日清早，林浩本就没有睡懒觉的习惯，倒是陈雪怀孕之后，比之前更贪睡了些，当然也不可能起得太晚。7点多，两人起床，二舅母看到埋怨道：“怀孕就要多睡，你起来就起来，把阿雪折腾起来干啥？我也睡好了。那刚好，还热着有鸡汤，你把它喝掉。”听到鸡汤，陈雪就有点犯恶心，昨晚喝了一大碗，感觉还在胃里没消化呢。她求助地看向林浩，后者很不厚道地笑了：“二舅母，阿雪有点鸡汤过敏，偶尔喝点还行，喝多了胀胃。”鸡汤还能过敏？我倒是头回听说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也没有再逼着陈雪喝鸡汤了。恰在此时，大舅也来了，拉着二舅在门口商量了一下，然后便没再说什么。冯新华一早就在摆弄自己的摩托车，好像是在加机油。阿浩，等下上山，你要不跟着一起？天天出海，今天我带你跑跑山。林浩看了一眼陈雪，后者笑着点头，示意他去就行。冯新华也看到了他的眼神，笑着道：“你表嫂今天也不出门，在家陪着阿雪呢。”行，那我跟你一起。说着，二舅母就叫着吃早饭，大舅则转身欲回家，走前还叮嘱道：“阿浩，中午早点回来，今天在我家吃饭。”知道了，大舅。上山准备的东西也不多，一把镰刀，再就是蛇皮袋和背篓。带着阿浩上车，你搞慢点。中午你大伯叫吃饭，也别跑得太远。知道了，爹。这你拿着，山上遇到危险通知我，好有个照应。这太贵重了，都是左下角领的，苹果16和3折叠都不限量，最新版华为 Mate 70都有。还得是阿浩，是谁都能拿吗？那成本老高了。当然了，这次由我全程把关，跟左下角厂商还签好的协议，认准左下角，大家才能领得放心。那我去试试。冯新华说着踩响摩托车，林浩背着背篓坐在了后边。华哥，这季节上山主要采啥山货？昨晚后半夜下了一点小雨，不然我今天都不上山，看看能不能采点红菇。大田别名为盐城，本就是山区，两人骑着摩托车行进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就来到了一座山脚下，将摩托车放在边上一锁。接下来的路，两人指的是徒步了。这边的山相较之前去姐夫家那边，看上去更陡峭一些。华哥，我们去哪边？我一般都是往北，那边有一片高坡不陡，去年在那边我采了不少的红菇。所有的菌菇类都是有窝子的，特别是1年生的，往往今年在一个地方采到了，第2年来再有的可能性会非常大。林浩心思一动，打开系统输入红菇来搜索，下一刻便有了结果。系统显示几乎整片山都有，这下可尴尬了，因为系统是不显示那片最多的。他想了想，还是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吧。华哥，要不我们到南边看看？南边不好走呢。正是因为不好走，所以去的人肯定不多，说不准会有好收获呢。哎，左下角发货速度那么快啊！我还想再拿一个3折叠，但显示没库存了。放宽心，这左下角可是专门给我调配了库存权限的，等我把库存拉满，你再看看。哎，真的有了，我现在再去拿一个。冯新华愣了愣，随即哑然失笑。行，今天咱就主随客便，听你的了。两人折道往南，这边确实更陡一些，山道还有点湿滑。冯新华一路都在提醒他小心点。绕过一个陡坡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也变得极为平坦。可能因极少有人过来，这里的落叶也变得很厚实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块地方。冯新华擦了一把额头的汗，扭头看林浩面不红气不喘的，不禁惊奇：阿浩，你这体力可以啊，比我天天卖苦力的都强。华哥，我也天天卖苦力的，在船上捕鱼也不轻松。啧，大老板亲力亲为。你这是在挖苦我？哈哈，夸你呢。冯新华笑着从旁边捡了2根木棍，递了一支给他。防蛇的，没事多敲敲。林浩接过棍子，在底下一划拉，然后就看到了一抹淡红迎入眼帘。他蹲下身，将其踩在手上，举到冯新华的面前。怎么样，华哥？我说这边有吧？哟，你这运气是真不错，这都能捡这1颗。说着，他也用木棍轻轻拨动起旁边的落叶，随即大喜：哈哈，这里真多，我这也有1朵。华哥，这玩意正常一天能采多少？鲜品的话，运气好时能得2斤左右，运气不好跑空也正常。现在红菇大概在700-800块1斤，8斤鲜品得1斤干品，2斤鲜品也就200块钱，这可是整整1天的收获。跑山可比入海要累得多。我去，这片怎么这么多？阿浩，听你的算是听对了。冯新华大喜，因为这回的一波居然发现了2朵。林浩笑了笑，心想也就常规操作而已。上次在姐夫家可是一片地采了几十斤，今天怎么说也要弄个10几斤，他手上也没停，这回也采了10几朵。今天还有一次搜索的机会，他又搜了一下金线莲，可惜这片山上没有，那玩意才值钱呢，鲜品1斤也要1000多。华哥，这次老爷过寿，收礼吗？老人家过寿肯定是不好收的，但沾着亲的肯定会私下塞点钱给爷爷，这个我们也不好拦着。阿浩，你咋一家给了10万块钱，这也太不合适了。华哥，你表弟现在有钱，真不在乎这一点，
几年没来了，就当是补的节礼。冯新华哈哈一笑，果然是有钱人，这说话底气就是足。我今天一早还跑去和你姥爷说了一声，怕你姥爷不知道盒子里装的啥，再给送人了。你知道你姥爷咋说的吗？咋说的？冯新华轻咳一声，学着老人家的口吻，日他奶奶的，这孩子是真把钱不当钱了，10万块，哥年轻那会能买几十人的命了。说罢，两人皆是哈哈大笑。这个表哥挺好玩的，有点像阿杰的性子，但比阿杰更懂人情世故，或者说更成熟些。最主要的是，不见外，这点相处着很舒服。这一会越采越多，红菇之所以珍贵，一方面在于其本身的价值，其被誉为菇中之王；另一方面就在于其珍稀性。采摘时也需要有一定的经验，对跑山不了解的，就是把人扔在红菇的窝子里，也发现不了。不错不错，这20多分钟，咱这就有2、3斤了。中午得回去，要到你大伯家吃饭呢。冯新华点头。下午我也还有安排，要去选头猪，要不咱俩一起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大田的怀猪那可是全市有名的。快过年时，很多大老板都开车到我们这来买猪肉。哟，那得好好尝尝，为啥叫怀猪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林浩一愕，这货也是个只知其然的棒槌啊！两人一边聊一边干，不得不说这一片红菇是真的多，反正用棍子拨弄2下，肯定能发现1朵。奶奶的，要是这片山都这么多的话，我也不用去干泥瓦工了，天天捡谷子就发财了。你能想到，别人想不到，到时能抢得打架。说的也是，不过打架也不怕，从小到大也没怂过谁。然后就是一番想当年自己干了某某某有多么的英勇，反正男人往往都这样，死鸭子只剩下嘴是硬的，倒不枯燥，边找谷子边吹牛。时间也过得快，林浩抬手看了一眼表，这回背篓也装得差不多，得有20多斤了。华哥，差不多该回了吧？冯新华掏出手机看了眼，哟，都11点半了，快回快回，回去晚了我非得给大伯说教。你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不怕我爹，就怕大伯，他那脸一拉，全世界都欠他的。说着主动背起了背篓，一点没有留恋这里还没捡完的谷子。这个举动又让林浩高看了一眼，要是为先，取之有度，说着容易，做起来可太难了。两人到了山下，林浩背起背篓，冯新华骑着车，骑得有点快，看来这货是真怕大舅发脾气啊。